阳光透过纱窗洒在凌乱的房间内，照亮了一堆堆散落的快餐盒和饮料罐。林一凡坐在电脑前，双眼紧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此刻的他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屋内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食物腐败味和一丝久未通风的潮湿感。电脑屏幕上，游戏角色正与对手激烈交战，而现实中的林一凡则一如既往地依赖着这虚拟的胜利感来掩盖内心的空虚。又赢了，哈哈！他得意地笑出声来，转头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经过了午夜。林一凡并不在意，拿起旁边的炸鸡翅啃了起来，心中满是胜利的快感。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胸口蔓延开来，他的手一抖，炸鸡翅掉落在地。他捂住胸口，脸色瞬间苍白，冷汗顺住额头滑落。怎么会这样？林一凡痛苦的喃喃自语，身体无力的向前倾倒，最终重重的摔倒在地，意识逐渐模糊。在他倒地的那一刻，林一凡脑海中浮现出过往的种种回忆。他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曾经也有过远大的梦想和抱负。然而，多年来，他渐渐被现实打败，选择了逃避和妥协。这一刻，他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悔恨和无奈。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阳光明媚，微风拂面，鸟语花香。他惊愕地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张简陋的木床上，身旁是几个穿着古装的妇人，他们正低声交谈。见他醒来，立即露出惊喜的神情。婉清，你终于醒了，太好了，真是吓死娘了。一名年长的妇人激动地握住他的手，眼中含着泪水。婉清，林一凡愣住了，这个陌生的名字让他感到困惑。突然，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变得异常轻柔，他惊恐地低头看向自己，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名年轻的少女。纤细的手指，柔软的皮肤，完全陌生的身体让他一时无法接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应该……他茫然地看向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婉清，你怎么了？是不是还不舒服？妇人担忧地问道，眼神中满是关切。林一凡不，现在应该叫林婉清了。努力平静下来，迅速整理着思绪。他明白自己不再是那个虚度光阴的中年宅男，而是一个重生在古风世界的少女。尽管内心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但他知道现实无法改变，他只能接受这个事实。我没事，只是有点累。林婉清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掩饰着内心的震惊和不安。妇人放下心来，轻声道：“你昏迷了3天，幸好老天保佑，你终于醒来了。以后可要注意身体，别再让娘担心了。”林婉清点点头，慢慢的坐起来，感受着这具新的身体。她缓缓移动着四肢，每一次动作都带着小心翼翼，仿佛生怕弄坏这具脆弱的身体。她从床边站起，步履蹒跚地走向镜子。镜中的少女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眉宇之间透着一股坚毅。林婉清凝视着这张陌生的脸，心中一片茫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竟然变成了一个女孩。她心中暗暗自语，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撼和不安。婉清一个温柔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正是那位年长的妇人，她的母亲林母。林母端住一碗热汤走进来，满脸慈爱地看住她。娘，我……林婉清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来，喝点汤吧，你昏迷了这么久，一定饿了。林母轻声说道，将汤碗递到她面前。林婉清接过汤碗，汤香四溢，让她感到一丝安慰。她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温暖的汤水划过喉咙，带来了一丝慰藉。她感受着这个家庭的温暖，心中一阵酸楚。娘，谢谢你，她轻声说道，眼中泛起了泪光。傻孩子，娘是你的亲人，不用谢什么。林母拍了拍她的手，柔声安慰。林婉清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她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一日，她开始学习如何适应女儿身的生活。林母教她如何梳头，如何穿衣，甚至如何走路。每一个细节都让她感到无比困惑和艰难。她努力模仿着林母的动作，却总是显得笨拙而拙劣。婉清，这样走路要优雅些，不要那么大步。林母耐心地指导住她。林婉清皱着眉头，心中暗暗叫苦，这真是太难了，我怎么能适应这种生活？她努力克制着内心的烦躁，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每当她想要放弃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前世的遗憾和悔恨。她告诉自己，
这一世绝不能再像前世那样虚度光阴。日子一天天过去，林婉清逐渐适应了这具新的身体。她学会了如何优雅的走路，如何端庄的坐姿，如何温柔的说话。虽然内心仍然对这一切感到困惑和不安，但她知道，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在一次打扫房间时，林婉清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她需要将屋内的陈旧家具擦拭前进，但这些家具又重又大，她一个人根本无法搬动。她站在那里，眉头紧锁，心中一片烦闷。婉清，让我来帮你吧。一个年轻的声音传来，是他的弟弟林俊。他比他小2岁，身形瘦弱，但眼神中透着一股灵动。俊，你来的正好，这些家具我一个人搬不动。林婉清感激地说道：“姐，这点小事我来做就好，你坐住休息吧。”林俊笑着说道，开始动手搬动家具。林婉清站在一旁，看住弟弟忙碌的身影，心中感到一阵温暖。他明白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还有家人的支持和关爱，这让他感到了一丝慰藉和勇气。俊，谢谢你，他轻声说道，眼中闪过一丝感动。姐，这都是小事，不用客气。林俊笑着回答，继续忙碌着。林婉清深吸一口气，内心的决心更加坚定。他知道，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要利用这次重生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让自己不再平庸无为。夜深人静时，林婉清躺在床上，回想着这段时间的种种经历。她明白，这只是开始，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她不再畏惧，因为她有了新的目标和信念。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虚度光阴，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她心中暗暗发誓，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随着时间的流逝，林婉清逐渐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不再是那个困惑的宅男，而是一个重生后的少女。她开始认真观察这个世界，了解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并发现了女性在这个世界中的种种微妙之处。这天，林婉清坐在庭院中，看住满园的花草，心中一片平静。她的手中捧着一本书，这是她向父亲林老爷借来的。书中记载了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和文化，让她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婉清，你又在看书啊？林母走进庭院，看到女儿专注的模样，心中甚是欣慰。你最近真是变了许多，娘很高兴。林婉清合上书本，抬头看向母亲，微笑道：“娘，我只是觉得自己以前太懒散了，现在想多学些东西。”林母点点头，坐到她身旁。婉清，你这样想很好，不过你也不要太累了，身体要紧，我会注意的，娘。林婉清握住母亲的手，感受到她手心的温暖，心中充满了感激。自从重生以来，她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这个新的身份和机会。她发现，尽管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但也有许多特权和机会可以利用。她决定不再重蹈覆辙，要在这一世实现君临天下的梦想。娘，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跟您谈谈。林婉清小心翼翼地开口，眼中闪烁住决心的光芒。林母有些惊讶，但还是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婉清，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想学习更多的知识，不仅仅是女工和家务，还有诗书、礼仪，甚至是管理之道。林婉清语气坚定，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不再让自己平庸无为。林母听后沉默了片刻，然后温柔地抚摸住她的头。婉清，娘支持你，你有这样的志向是好事，但你要记住，这条路会很艰难，你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我知道，娘，我已经准备好了。林婉清目光坚定，毫不退缩。从那天起，林婉清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她早早起床，跟随父亲学习书法和诗词，并向母亲请教礼仪和家务，还阅读了一些关于管理和战略的书籍。这些都是她在前世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一天，林婉清在书房中苦读，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她抬头望去，只见弟弟林俊跑了进来，满脸兴奋：“姐，我听说村里有个新来的老师，他懂得很多东西，你要不要去听听他的课？”林俊兴奋地说道。林婉清眼前一亮，心中涌起一阵期待。真的吗？那我们快去看看。两人急匆匆地跑到村子的学堂，只见一位身穿灰色长袍的中年男子正在讲解大学。他神采奕奕，言辞之间透着深厚的学识和智慧。林婉清站在门口，静静听着，心中感到无比震撼。这位老师真是博学多才。
林婉清心中暗想，她决定要拜这位老师为师，学习更多的知识。下课后，林婉清走上前，恭敬地向老师行礼：“老师您好，我是林婉清，请问我能否跟随您学习？”老师抬头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你是林老爷的女儿吧？听说你最近勤奋好学，很好，很好。既然你有心学习，我当然愿意指导。谢谢老师，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不负老师的期望。”林婉清激动地说道，眼中充满了感激和决心。从那天起，林婉清开始了更为繁忙的学习生活。她白天跟随老师学习，晚上则回到家中继续苦读。她的努力和智慧渐渐在村子里传开，许多人对她刮目相看。一天，她在村中行走，听到几个妇女在议论：“听说林家的大女儿最近变得很有才华，村里的老师都称赞她呢。”“是啊，真是了不起，我们家的孩子也应该向她学习。”林婉清听到这些话，心中既惊喜又感动。她知道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她不再是那个无所事事的宅男，而是一个有志向、有能力的少女。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心中暗暗发誓，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她决定利用女性身份的优势，继续努力学习，并逐渐在村子里崭露头角。她知道，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实现心中的梦想，成为那个君临天下的女皇。春风和煦，万物复苏。林婉清站在村口，看住眼前的田地。这些田地曾经是她重生后的生活重心，而现在她心中有了更大的计划。她决定运用前世所学，来改变这个村子的命运，并以此作为自己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婉清，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田里？村里的一位农夫林伯见她站在田间，走上前来问道：“林伯，我想试试一些新方法，让田地的产量提高一些。”婉清微笑着回答，目光坚定。新方法？林伯皱眉，有些疑惑。我们这些种田的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你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新花样？婉清并不气馁，耐心地解释道：“林伯，您听我说，我之前看过一些书，上面介绍了一些新的耕作方法，如果能成功，咱们村子的粮食产量就能大大提高。”林伯半信半疑，但还是点了点头。那好，你说说看，咱们试试也无妨。婉清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图纸，开始向林伯和其他村民讲解。他根据前世的农业知识，提出了改良土壤、合理灌溉、轮作种植等方法。这些方法在现代看来或许普通，但对于这个古代村庄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首先，我们需要对田地进行分区，每一块田地种植不同的作物，这样可以避免土地的过度使用。婉清指着图纸，耐心地解释。村民们围在一起，仔细听着他的讲解，有些人开始露出期待的神色。婉清说的有道理，这样分区种植确实能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还有，我们需要改进灌溉系统，不能再依赖老天爷的恩赐。婉清接着说道：“我们可以挖渠引水，这样不仅能保证农作物的水分供应，还能防止乾旱。”这个好，这个好。林伯拍了拍大腿，兴奋地说：“咱们试试看，反正也没什么损失。”村民们开始按照婉清的指示行动起来，挖渠引水，分区种植，改良土壤。整个村子变得忙碌而有序，人人都对这个新方法充满了期待。1个月后，田地里的作物长势喜人，村民们看到这一切，惊讶不已。真是神了，婉清，你真是个小神童。婉清微笑住，心中充满了成就感。这只是开始，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他知道自己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他要利用这些知识和智慧，改变更多人的命运。除了农业，婉清还开始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帮助村民们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他从家中翻找出一些草药书籍，结合前世的医学常识，制作出各种药方。一天，一位村民急匆匆地来到林家：“婉清，我家孩子病得厉害，你能不能帮忙看看？”婉清不假思索，立即跟随那位村民来到他家。他看到床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孩，立刻上前诊断，这孩子是中暑了，需要立即降温。婉清一边说，一边吩咐村民准备一些草药和冷水。他迅速调配好药方，给孩子服下，并用湿毛巾敷在孩子额头。不久后，孩子的情况有所好转，村民感激涕零。婉清，你真是我们村的恩人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婉清微笑着回答，心中却在思索出更多的方法来帮助这个村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婉清在村里的名声越来越大。
他的创新农业技术和医疗知识，不仅让村民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也让他在村中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一天，县城的一位官员来到村子，听闻了晚清的事迹，对他赞不绝口。这么年轻的姑娘，竟然有如此智慧，真是难得啊！官员邀请晚清到县城讲解他的农业技术和医疗知识，并将他的名声传到了朝廷。晚清知道这是他梦想实现的又一步，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让更多人了解他的能力。在县城的讲座上，晚清不仅详细讲解了他的农业技术，还介绍了现代医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他的讲解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关注，大家对他的智慧和能力赞叹不已。这位姑娘真是我们县城的骄傲啊！一位老者感慨道：“她的知识和智慧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晚清微笑住，看住台下热烈的反应，心中充满了信心。在村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林晚清的名声迅速传遍了县城，甚至引起了朝廷的关注。一天，县城的官员亲自登门拜访，表示希望晚清能够进入皇宫，为国效力。晚清姑娘，你的才华和智慧实在令人赞叹，我们县令特意向上呈报了你的事迹，朝廷也对你非常感兴趣。那位官员满面笑容，语气恭敬，感谢大人厚爱。晚清微微一笑，心中却波澜起伏。他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几日后，晚清便随着官员进入了皇宫。皇宫的宏伟壮丽让他心中暗自震撼，这里与他曾经生活的村庄完全不同，处处彰显着权力与荣华。晚清，这里便是你未来的住处。官员将他带到一处幽静的庭院，庭院内花木扶疏，环境雅致。谢谢大人。晚清行礼答谢，心中暗自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他知道，进入皇宫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并逐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才是关键。初入皇宫，晚清被安排在内务府，负责一些琐碎的工作。他并不急于表现，而是潜心学习后宫的规矩和宫廷的权力结构。他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纠葛。晚清，今天是你的值班日，记得把这些账册整理好，明天一早送到内务府。同住的宫女春梅对他提醒道：“知道了，春梅姐姐，我会处理好的。”晚清笑着答应，心中却在思索住如何利用这些账册了解内务府的运作情况。夜深人静，晚清在灯下翻阅着那些账册，细心记录下每一笔开支和人员变动。他发现内务府中存在不少贪污腐败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可以成为他日后立足的筹码。一日，晚清在整理账册时，偶然听到几位宫女的谈话。听说皇上最近对新来的贵妃非常宠爱，还特地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是啊，那位贵妃可真是得宠，不知道以后我们这些人还有没有机会见到皇上。晚清心中一动，这或许是他接近皇上的机会。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让皇上注意到自己。那天晚上，晚清将自己打扮得端庄大方，趁着宴会的时候，悄悄地混入了人群。他并没有刻意引起注意，而是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这位姑娘是新来的吗？怎么从未见过？忽然，一位侍卫走进晚清，目光中带着几分好奇。是的，我刚刚进宫，还在学习宫中的规矩。晚清微微一笑，语气恭敬。原来如此，那你要多多努力，宫中的生活可不容易。侍卫点了点头，转身离开。晚清暗自庆幸，这次虽然未能接近皇上，但也让他对后宫的运作有了更多了解。他知道自己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逐渐与内务府的其他宫女们建立了友谊。他用心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小问题，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好感。晚清，你真是个好人，大家都很喜欢你。春梅感激地说道：“有你在，日子过得轻松多了。大家都是姐妹，互相帮助是应该的。”晚清微笑住回答，心中却在思索住如何利用这些人脉，逐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终于，一次机会来临了。内务府的一位主管因贪污被揭发，整个内务府陷入了混乱。晚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上级揭露内务府中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改进方案。大人，这是我整理的内务府账册，里面详细记录了所有的开支和人员变动，请大人过目。晚清将整理好的账册呈上，语气坚定：“哦，你做得不错，这些资料非常详细，有助于我们查清内务府的问题。”上级官员看住账册，露出满意的笑容。晚清的举动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他被破格提拔，
负责内务府的管理工作。他知道这是他在皇宫中立足的第一步，也是实现自己梦想的重要一步。婉清，恭喜你，你终于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春梅高兴地说道。这只是开始，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婉清微微一笑，目光坚定。在新的岗位上，婉清更加努力的工作。她用现代人的智慧和见识，改进了内务府的管理制度，使其运作更加高效和透明。她的才华和智慧逐渐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和信任。一天，一位宫廷大臣前来视察内务府，对婉清的工作大加赞赏。婉清姑娘，你的才华实在令人惊叹，朝廷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为国效力。婉清知道，这是她实现梦想的又一步。谢谢大人，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在进入皇宫后的数月里，婉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摸清了后宫的规矩和权力结构。她低调行事，既不树敌也不讨好，专注于自己的休息和观察。她知道，仅靠勤劳和谨慎是不够的，她需要一个契机来展示她的才华，吸引皇帝的注意。一天，皇宫内爆发了流行病，许多宫女太监都相继染病，甚至有一些嫔妃也未能幸免。宫中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医官们忙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婉清心中一动，这正是她表现的好机会。她决定利用现代的医学知识来解决这场危机。这些症状很像现代的霍乱。婉清在心中思索住，如果我能找到合适的草药，再配合现代的治疗方法，也许能够救回这些病患。她悄悄来到御医院，向老御医请教一些草药的用途，然后根据自己记忆中的现代医学知识，调配出了一副药方。她心中暗暗祈祷，这药方能够有效。这是我亲自调配的药，请务必按此服用。婉清对病重的宫女轻声说道。宫女们看住她，眼中充满了希望和感激。几天后，那些服用婉清药方的病人竟奇迹般的逐渐好转，甚至一些病重的嫔妃也在服药后恢复了元气。这一消息迅速传开，宫中上下无不对婉清刮目相看。婉清因此一战成名，她的名字很快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一天，皇帝召见了婉清。婉清走进大殿，心中虽有些紧张，但她仍保持着冷静和自信。她知道这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林婉清，你就是那位治好了宫中流行病的宫女。皇帝坐在龙椅上，目光深邃地看住她。回皇上，是。婉清恭敬地回道，眼神中透着坚定。你是如何做到的？皇帝继续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好奇和赞赏。臣妾只是略懂一些草药的用途，再加上祖上留下的一些医术书籍，所以才敢冒险一试。婉清谦逊地回答，但他知道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他不能过多透露自己的真实来历。皇帝点了点头，对他的谦虚表示认可。你的医术确实高明，拯救了宫中无数人的性命。从今往后，你便留在我身边，随时为我诊治。婉清心中一喜，他知道这是他接近皇帝，逐步实现自己梦想的第一步。他跪下叩谢皇恩，谢皇上恩典，臣妾定当竭尽全力为皇上分忧。自此，婉清成为了皇帝身边的贴身侍女。她的聪明才智和温婉举止渐渐赢得了皇帝的青睐。她在皇帝面前展现出自己的多才多艺，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琴棋书画，都令人叹为观止。皇帝对她的才华愈加欣赏，逐渐对她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婉清，你真是一位奇女子。皇帝一次在御花园中对她赞叹道，若不是你拯救了宫中那么多人，我或许也无法见识到你这样的才女。婉清微微一笑，低头轻声道，皇上过奖了，臣妾只是尽力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婉清逐步晋升，成为了后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懂得如何在后宫这个险恶的环境中生存，既要小心翼翼，又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她利用现代人的智慧和见识，设计了一系列精巧的计划，成功吸引了皇帝的注意，最终赢得了皇帝的恩宠。婉清深知后宫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暗潮汹涌，稍有不慎便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她表面上柔顺恭敬，时常在皇帝和嫔妃面前表现得无欲无求，暗地里却紧密谋划着每一步。她明白，若想在这个危险的宫廷中生存下去，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步步为营。一日，婉清在御花园中散步，突然听见2名宫女在悄声谈论。听说娴妃娘娘最近身体不适，似乎是中了毒。其中一名宫女小声道：“是啊，据说是被人下了毒，好在御医及时抢救，才没有大碍。”另一名宫女回应道。婉清心中一凛，
娴妃是后宫中的权势人物，如今遭遇毒害，必然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他暗中探查，发现娴妃的贴身宫女与娴妃素来亲近的嫔妃有着密切的来往，于是心中有了计划。婉清回到自己住处，写了一封密信，托可靠的太监送往皇帝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娴妃中毒的种种可疑之处，并指明某嫔妃与娴妃贴身宫女的可疑行径。他深知这封信必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从而将嫌疑转移到对手身上。数日后，皇帝果然召见了婉清。婉清，朕收到你的密信，说娴妃中毒一事与某嫔妃有关。皇帝目光锐利，直视婉清，回皇上，臣妾只是听闻一些风声，并不敢妄下定论。婉清谦逊地回道，眼中透着一丝无辜。皇帝沉思片刻，朕会让人彻查此事，若有确凿证据，一定严惩不贷。臣妾相信皇上英明，一定能还娴妃娘娘一个公道。婉清恭敬地低头，心中却暗自得意，这一步棋他已经占据了先机。不久后，娴妃中毒一事终于真相大白，那名嫔妃果然是幕后黑手。皇帝大怒，将该嫔妃打入冷宫。婉清因密信有功，被皇帝嘉奖，地位更加稳固。在后宫中，若想生存，必须学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婉清暗暗告诫自己，他明白，这只是他计划中的一步，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等住他。在随后的日子里，婉清继续谨慎行事，表面上她依然是那个柔顺恭敬的嫔妃，暗地里却与宫中的各方势力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她不断收集情报，了解每个嫔妃的弱点和喜好，并适时施以援手，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一日，皇后召见了婉清，婉清心中警惕，但仍面带微笑的前往。婉清，最近本宫听说你在宫中行事谨慎，颇得皇上器重。皇后冷冷的道，眼中带着一丝探寻。皇后娘娘过奖了，臣妾只是尽自己的本分，不敢有丝毫怠慢。婉清低头恭敬回应，心中却暗自思索，皇后的态度意味着什么？皇后淡淡一笑，婉清，本宫欣赏你的聪明才智，也希望你能在宫中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让那些无端的是非缠身。婉清心中一凛，这是警告，也是试探。她知道皇后对她并不完全信任，但这也意味着皇后开始注意到她了。多谢皇后娘娘关心，臣妾定会谨言慎行，不让娘娘失望。回到住处后，婉清深深思索，她明白皇后的警告意味着她已经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她必须更加小心，不能让自己的计划暴露。她决定与皇后保持适当的距离，既不过于亲近，也不让对方有机会掌握她的把柄。在这个后宫中，每一步都需要谨慎，每一个决定都至关重要。婉清在心中告诉自己，我要一步步地走下去，直到实现我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婉清逐渐在后宫中站稳了脚跟。她巧妙地利用现代的策略和心机，化解了一次次危机，同时削弱了其他嫔妃的势力。婉清身着宫女服，站在夜晚的冷风中，心中充满了决心。她知道，只有掌握实权，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君临天下的梦想。后宫中的尔虞我诈，她已经经历太多。如今，她不再是那个初入宫门的柔弱女子，而是一个心智坚韧、计谋缜密的强者。这夜，月色皎洁如银，宫墙高耸，影影绰绰。婉清静静地站在宫墙下，思绪万千。她回想起这些年的步步为营，从一名普通的宫女，一步步晋升为嫔妃，赢得皇上的恩宠。现在，她要进行一场冒险，一场改变命运的冒险。小梅，准备好了吗？婉清低声问道。她的贴身侍女小梅一直是她的忠实支持者。是的，小姐，一切都准备妥当。小梅恭敬地回答，眼中充满了坚定。婉清点了点头，她知道这一步的风险很大，但她已经没有退路，她必须成功，否则便是生死名裂。那么，开始吧，她轻声吩咐，目光坚毅如铁。他们悄无声息地穿过后宫的回廊，向驻皇帝的寝宫进发，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每一个转角都可能是危险的埋伏。但婉清心中毫无畏惧，她的脑海中只有一个目标：成功。当他们来到寝宫门口时，守卫早已被他事先安排的人换下。婉清深吸一口气，轻声吩咐：“行动。”随即，一群忠于他的宫女和内侍迅速而有序地行动起来。寝宫内，皇帝正在沉睡。婉清轻轻推开门，走进去，站在床边。她看住这位曾经让她心潮澎湃的男人，心中却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情。她知道这一步是必须的，
只有掌握实权，他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皇上，请您醒来。婉清低声唤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冰冷。皇帝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站在床边的婉清，不禁皱眉。婉清，这是什么时候了？你怎么在这里？皇上，请恕臣妾冒犯。婉清冷冷地说道，随即向身后的侍女使了个眼色。一名侍女迅速上前，手中拿着一条细细的丝绸，迅速而准确地捆住了皇帝的双手。皇帝这才惊觉不对，怒喝道：“你们这是做什么？放肆！”婉清看住被捆住的皇帝，心中毫无波澜。皇上，臣妾这么做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您已经无力掌控朝政，齐元国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而不是一个沉迷于后宫的昏君。皇帝怒目而视，却无法挣脱。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婉清策划已久的阴谋。婉清，你会为你的背叛付出代价。婉清轻蔑一笑，皇上，这是臣妾唯一的选择。齐元国需要一个真正强大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被后宫女人迷惑的无能之君。他的话语如刀刃般锋利，刺入皇帝的心中。皇帝挣扎着，却无力反抗。婉清转身对身后的侍女们吩咐：“带走。”皇帝被带走了。婉清知道，这只是第一步，他还需要稳定朝局，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走出寝宫，站在宫墙下，看住夜空，心中思绪万千。他知道未来的路依然充满荆棘，但他已经无所畏惧。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他深吸一口气，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第二天清晨，宫中传出消息，皇帝因病驾崩，幼主即位，太后摄政。而真正掌权的是那位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林婉清。太后早已因婉清的计谋与洗脑，成了听命的傀儡。朝廷上下震动，臣子们或惶恐或疑惑，但婉清心中早有打算。他召集群臣，宣布新的政令，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并表示自己将以强硬的手段镇压一切反对势力。群臣心中虽有疑虑，但面对太后，他们只能选择服从。婉清看住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朝臣，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坚定。他知道自己已经成功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婉清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领导才能。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稳定了朝局，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以智慧和远见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臣子的尊重。傀儡太后及幼主也早已名存实亡。婉清站在宫殿的高处，俯瞰着整个齐元国，心中充满了豪情壮志。他知道自己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而他也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天色微明，薄雾如纱，随着晨曦缓缓散去，齐元国的都城开始了新的一天。皇宫内，云霞宫的红墙黄瓦在朝阳下闪烁着金光。林婉清站在殿前的台阶上，目光深邃地俯视着脚下的广阔天地。她身着华丽的凤袍，头戴金凤冠，周身散发出一种无可抗拒的威严。她知道，今天将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经过无数的谋划和努力，她终于站在了这至高无上的位置。她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交织住，胸口如同有一团火焰在燃烧。从一名现代中年宅男变成今日的女皇，她的心路历程如梦似幻。大殿内，文武百官已经齐聚一堂，气氛庄严肃穆。婉清缓步走进大殿，每一步都踏得稳健有力，宛如一头俯视众生的猛虎。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自己的情绪，然后抬起头，迎上了众臣的目光。臣等恭迎皇上，愿皇上万寿无疆。百官齐声跪拜，声音整齐划一，响彻整个大殿。婉清微微点头，目光掠过每一张恭敬的面孔，内心却在冷笑。他知道这些人中有多少是真心臣服，又有多少只是迫于形势。然而，这一切对他而言已不再重要。他要做的是稳定朝局，推行改革，使齐元国繁荣昌盛。众爱卿平身。婉清的声音清冷而威严，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文武百官站起身来，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命令。婉清坐上龙椅，端起案桌上的诏书，目光如炬。自今日起，朕将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安定民心，强国富民。这一声令下，大殿内一片静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改革措施会引起多大的震动，但他毫不畏惧。他有着现代人的智慧和远见，深知改革的必要性。他首先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并鼓励农业生产。接着，
他开始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任用贤能之士。他的每一项措施都精心策划，目的明确，令人无法挑剔。皇上英明，有臣子率先跪拜，随即众臣齐声附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晚清的目光扫过众臣，心中冷笑：这些人的忠诚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但他不怕，他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面对一切挑战。大殿外，天色渐渐放晴，阳光洒在晚清的脸上，让他的神色更加坚定。他站起身来，走到大殿门口，俯瞰着这片广袤的土地，心中充满了豪情壮志。从今天开始，我林晚清就是齐元国的女皇，我将用我的智慧和力量，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和昌盛。他在心中默念，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日子一天天过去，晚清的改革措施逐渐见效，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他的威望也在日益增长，成为百姓心中真正的明君。他不仅重视国内的发展，还积极拓展外交，与周边国家建立了稳固的同盟关系。然而，随着他的权力越来越大，挑战也随之而来。朝中有些大臣对他的改革持反对意见，暗中策划反叛。晚清早已洞察一切，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铲除了这些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一次早朝上，一名心腹大臣跪拜在他面前，禀报皇上，北疆的叛乱已经平定，叛军首领已被俘，请皇上示下。晚清沉吟片刻，冷冷地说：“将叛军首领押解京师，公开审判，严惩不贷。其余叛军一律赦免，给他们重新为国效力的机会。”这一决定让朝臣们大为震惊，但他们也看到了晚清的仁慈与果断。他不仅是铁腕统治者，更是一位心怀仁慈的君主。这种威严与仁慈并重的统治风格，使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拥护。晚清站在大殿上，目光深邃，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知道自己的梦想已经实现，但这仅仅是开始。他要将齐元国带向一个新的高度，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林晚清，你终于做到了。他在心中默念，嘴角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林晚清在齐元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登基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家迅速繁荣昌盛，齐元国的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晚清的名字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流传千古。晚清坐在凤座上，环顾四周，大殿内的摆设奢华而不失庄重。他的目光透过窗棂，远眺天际。窗外，紫禁城内外皆是一片繁荣景象，这是他努力的结果。他心中满是欣慰和自豪，回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感慨万千。皇上，这是今日的奏折。心腹大臣赵琛恭敬地将一叠奏折递上，眼中满是敬意和钦佩。晚清接过奏折，随意翻阅了一下，眉头微皱。江南水患未除，百姓流离失所，朕心甚忧。赵爱卿，你有何良策？赵琛躬身回道：皇上，臣建议派遣大军前往救灾，同时调集粮草和银两，以解百姓燃眉之急。晚清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欣慰。赵爱卿所言甚是，立刻照办。朕要亲自监督救灾进度，务必保证百姓的安全和安定。遵旨。赵琛躬声应命，转身退下，心中对这位女皇的智慧和果断更加钦佩。晚清的眼神再次投向窗外，心中却早已飞向远方。他知道自己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要助眼未来，让这个国家更加繁荣昌盛。他决定推行更多的改革措施，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晚清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建立了多所学堂，提倡科学技术，鼓励创新。他还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促进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使齐元国迅速成为东方的一颗明珠。1年后的春天，晚清亲自巡视各地，视察改革的成果。他来到了江南地区，这里曾经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如今已经恢复了生机。他走在田间地头，看到百姓们辛勤耕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满是欣慰。皇上万岁！百姓们见到晚清，纷纷跪拜，高声呼喊。晚清微微一笑，扶起一位年迈的老者，温声道：“各位父老乡亲，请起身。朕来此是为了看看大家过得如何，是否还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老者感激涕零，拱手道：“皇上英明，您的改革让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大家都感念您的恩德。”晚清听罢，心中一阵温暖。
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百姓们的感激和支持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他继续巡视，与百姓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并一一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成为后人口中的传奇。他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声望，还与周边国家建立了稳固的外交关系，使齐元国成为东方的一颗明珠。在他的统治下，齐元国的文化、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智慧和远见使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多年后，晚清年迈，他将权力逐渐交给了自己的继承者。他退隐宫中，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记录下自己的一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他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启迪后人，让他们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皇上，您的一生堪称传奇，您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赵琛站在他的书房门口，语气中满是敬仰。晚清微微一笑，目光深邃。赵爱卿，历史是由我们共同书写的，朕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真正的传奇是齐元国的未来。他的眼神透过窗户，望向远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他知道自己的故事将永远流传，成为后人敬仰的榜样。而他的名字林晚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垂不朽，成为一段永恒的传奇。这一天，阳光明媚，天空如洗，齐元国的百姓们在田间地头忙碌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林晚清的名字在他们的口中传颂，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信仰和力量。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住他们，让他们不懈努力，追求美好的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林晚清的名字将永远闪耀，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他的传奇将永垂不朽。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再麻烦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并记得开启小铃铛。这里是图说故事录，我们下次见。